相国大人，咱们到了，只是这逆贼的城池有些诡异。诡异？他张启峰一个破落男爵，就算在这荒山野岭建起土堡，本相的1万军甲也能将其瞬间踏平，何来？相国大人，那是天上的神仙符所掉下来了吗？咱们凡人的刀剑砍得动那满城的琉璃吗？闭嘴！什么神仙府邸，都是张启峰那妖人搞出来的障眼法。就算是用琉璃堆出来的假山，今夜本相也要把它砸个稀巴烂。你看前方，连一堵像样的城墙都没有。城防如此空虚，简直是天赐良机！给本众冲过去，抄了这座妖城，金银珠宝，兄弟们平分！张启峰啊，张启峰，你就算有泼天的富贵，也不过是个不知兵法的蠢材，用这么矮的铁栏杆就想挡住大楚龙贤军，简直是滑天下之至狂！赵彪，去叫门，让他立刻滚出来受缚。若敢迟疑半步，直接让重甲步兵把这破铁栏杆给本相踩成废铁。里面的人听着，大楚当朝相国百官之首李大人在此，奉当今圣上密旨，即刻查抄此城。限你们3息之内打开这破铁巨马，否则格杀勿论。干什么？大半夜了，带这么多人聚集在星辰集团1号门寻衅滋事啊！不知道晚上10点以后禁止大声喧哗吗？说你呢，拿个破铁片子吧，瞎比划什么？这里是星辰重工全封闭式网恶化管理区，私人领地，懂不懂？大胆狂徒！相国大人在此，你竟敢阻拦大军！竖起你的狗耳，听好！此乃大楚皇帝密旨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本相奉旨接管此地。你若现在开门，本相留你全尸。不是你这老头脑子有包吧？你拿个破布条子在我这晃悠什么？我不管你是什么相国还是宰相，在我们星辰集团想进这道门，规矩只有一个：你是本集团员工，就把你的 IC 门禁卡拿出来刷一下；你要是没有实体卡，就站过去做个人脸识别；你要是外来访客，没有预约嘞，天王老子的圣旨也不管用。去旁边桌子上有外来访客登记表，把姓名、年龄、身份证号、来访行由填清楚，字写正开，别画圈圈。填完了，我给监控室打报告，上面批了你才能进。刁民，无知刁民！赵彪，给本相把这个疯老头砍成肉泥，把这破铁栏杆踩碎，全军突击，杀进去，鸡犬不留！遵命，弟兄们，碾碎他！现在的医闹和讨债的真是不讲武德，幸好张总早有准备。不知死活的老东西，去地府里填你的什么狗屁表格吧！妖法，这是妖法！那老东西居然会是失传已久的掌心雷！不可能，这世上怎么可能真有雷电法王？不要慌，都不许退！那是妖道布下的雷电阵法，只在门口有效。弓箭手，给本相放箭，把那老头射成刺猬！是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现在的地痞流氓是一点法治观念都没有啊！既然你们非法聚众冲击企业大门，那就别怪我启动2级防暴预案了。呼叫中控室，1号外有1万多名穿着古代 cosplay 服装的盲流在闹事儿，还带着管制道具。对，已经触发电网了，给我调3架蜂鸟工业山绑无人机过来，用2号催泪除散弹。速战速调，我还要看晚间新闻呢。收到，秦叔，蜂鸟编队已升空，预计10秒后抵达。
相国大人，快看天上！机关兽，还是被驯服的妖鸟？啊！我的眼睛像针扎一样！好了，我喘不上气了。妖物，真是妖物！早跟你们说了，外来访客要登记，非得整这出，弄得大家都不体面。填吧，填完了，我带你们去见张启峰。按一下出水，这都不会，还抄家了？就你们这装备，去天桥底下这抢要饭的碗都费劲。行了，没死的都爬起来，排好队，准备进城过安检。行了，别搁那儿耗了。既然填了表，那就是客。张总交代了，让带头的几个进去见他。你还有那个穿一身破铜烂铁的大个子，跟我来吧。其余人在门外划定了黄线区域内等候，不许随地铺办大小病啊！我堂堂大楚狂气，何时受过这种呼来喝去的屈辱？相国大人，这妖城里面凶险未知，咱们真要进去？不进难道等死吗？这妖人必定是借用某种阵法才占了上风。只要进了城，靠近他10步之内，凭借老夫袖中的暗器和你赵统领的身手，直接擒贼先擒王。进去吧，过个安检。这琉璃门竟然无风自动，有鬼！鬼个头啊！那叫红外线感应。把身上的刀剑、暗器、铜钱、钥匙，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金属物品，全部拿出来，放在这个塑料托盘里过 X 光机。人从这个安检门走过来。荒唐！我乃大楚将领，甲胄兵器就是我的性命，岂有卸甲交兵之理？我交。我没乱动，我什么都没干，发誓饶命啊！叫唤什么？你穿这么厚一身铁皮，不报备才怪了。护心棍，这铁片子也摘了，还有裤裆里藏着的那把飞刀，自己拿出来还是我帮你拿？停下，大爷，那盒子里装的什么？放绿带上过个机。放肆！老夫这把乃是先帝御赐的赤霄宝剑，剑柄现西域冰魄，剑身乃天外云铁打造，上斩魂珠缠陈，代表的是大楚皇室的无上威严。你这黄口小儿也敢让这圣物离开老夫的手？条例第3条规定，外来访客严禁携带刃长超过10厘米、带有血槽、具有杀伤性的刀具进入核心工业区。你管它叫赤少宝剑，在我们这儿，这就叫超标管制刀具。还挺沉，没开封啊？你干什么？给你做标记啊，不然等会儿出门拿错了怎么办？拿着，这是你的寄存号码牌，出来时候凭牌子领你的什么宝剑。奇耻大辱！这是将大楚皇权踩在泥地里摩擦的奇耻大辱！相国大人，看没镜子，咱们的东西被妖兽吃进去了。透骨玄光镜。行了，出去吧，接你们的车。
已经在门口等着了。2位访客，请上车吧。我们张总在顶层的1号会议室等你们很久了。安静，声控路灯而已，检测到车辆经过就会自动点亮。荣誉的3丈最生活耳。鬼，女鬼，相国大人，那面墙上有女鬼在对我笑，她还拿着一瓶毒药。全新投影广告，一种光影技术，不是鬼。张总在楼上等候，我先去通报，请。2位请在大厅稍后片刻。原来如此，这不过是一种无人看管的自动贩卖铺子，只要把钱币投入那个凹槽，东西自然会掉出来。大楚宫廷里就有一种用机关术做的自动倒酒铜人。检测到异物进入投币通道，请勿投入非标准支付介质。支付失败，请使用星辰智能手环或扫描2维码完成付款。重复，本机不接受现金、最金属及非数字化支付方式。不接受黄金。警告：投币通道严重堵塞，正在启动自动清理程序。不，本相的金子，这是我6年的俸禄啊！哟，大半夜的从哪儿来的？塞石头子儿把锡器弄坏了，你赔得起吗？什么石头子儿？那是黄金，10足赤金。你知道这一定值多少？黄金？你有这个吗？星辰手环啊，在咱们城里买东西刷手环就行了。你连手环都没有，还想买可乐？滴，支付成功。爽，3块钱一瓶，冰的。现在的流浪汉真是越来越离谱了，穿的人模狗样的，还往机器里塞破铜烂铁。相国大人，咱们带来的那一车金银财宝，在这地方是不是也一文不值？张总说了，2位远道而来，先喝杯热茶润嗓子。张总还让我转告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李相国，您带来的那一车黄金白银，在我这里确实不能花。但如果您愿意坐下来好谈谈，他们或许能换到比一瓶可乐更有价值的东西。请随我上楼，张总在99层等您。”那个99层是地府的第几殿？我们出发了。不要动！谁在拽老夫的魂魄？老夫的5脏6腑怎么往嗓子眼里跑？先生，这叫失重感，很正常。我们正在以每秒8米的速度上升。老夫不要上升，老夫要下去，放老夫下去啊！吐袋在座椅右侧口袋里，别吐地上。保洁阿姨下班了，放老夫下去啊！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玉皇大帝保佑，关二爷显灵。擦擦吧，还有30秒到。2位，请跟我来。张启峰，3年前他还是京城里一个不起眼的破落勋贵之子，被我一纸奏招发配到了这片鸟不拉屎的荒原上。可如今，李相国，
路上辛苦了，来的比我预估的晚了40分钟，安检有点慢，回头让后勤优化一下流程。张启峰，你私自在封地建造妖城，聚众数万，图谋不轨，今圣旨在此，辍夺你男爵之位，查抄全部家产，冲入国库，你还不束手就擒？这丝绸质地不错，吸水。我这桌子是花梨木的，怕流水焰。来，李廷基，既然朝廷要接管，我举双手欢迎。不过在交接之前，咱们先走个正规的破产清算流程。您看看这个，星辰重工现有固定资产厂房86座，折旧后净值约42亿两白银，生产设备13000台，每年维护保养费用6000万两，员工37000人，每月基本工资加五险一金。您不知道什么是五险一金对吧？反正就是每个公司光发工资就要2400万两。城市基础设施运营成本、道路洋货、供电、供水、排污、通信基站维护、垃圾处理、绿化管理，加上安保系统日常能耗，就是今晚电你们那套东西，光电费1个月就300万两，这些加在一起，每月1亿5000万两白银。所以，李相国，既然您要抄家，那这座城以后就是朝廷的了。下个月15号之前，请把运营款项打过来。您是扫码转账，还是用银票1亿5000万两？你说的是1个月？对，1个月。而且这还是淡季的数字，到了冬天供暖季。李相国，您坐下来说。国库一年的税入也不过……哦，对，我查过，贵水税入是8000万两，对吧？挺好的，够我这儿运转16天。不可能！你在诈本相！一座城怎么可能需要这么多的银子维持？大楚京城100万人口，一年户部拨款也才……李相国，您那个京城晚上是黑的吧？你们的路是土路吧？污水往河里倒吧？冬天取暖烧木炭吧？生病了喝符水吧？我这座城24小时不断电，37000人的吃喝拉撒、冷暖、通信、医疗、教育，全靠地底下那座反应堆撑着。您知道那玩意儿一旦停机会怎样吗？这座城地下12米，有一套完整的污水处理与循环系统，37000人每天产生的生活废水、工业废料，全部通过这些管道汇集到城西的灰分制集群里。37000人吃喝拉撒3年，地下积攒的甲烷浓度，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临界点。我的通风系统和气体分解装置24小时运转，把浓度压在安全线以下。但如果停电12个小时，只需要停电12个小时，通风系统停摆，甲烷浓度突破爆炸信线，届时只需要一颗火星，一个静电，砰！当量嘛，我让公厨算过，大概相当于同时引爆3万桶火油，冲击波覆盖周边3个州的农田。巧了，那3个州是大楚最重要的产粮区吧？所以您看，这座城您抄不抄都行，抄了下个月电费您来付，付不起停电12小时爆炸了3周，颗粒无收，贵国粮仓没了，来年全国饥荒，流民遍地，揭竿而起。到时候亡的可不是我一个小男爵，是大楚。您确定要签这个字？张男爵，今夜之事或许是个误会。陛下久居深宫，对边疆情况不甚了解，难免有见人进谗。本相回朝之后，定当如实禀报张男爵的报国之心。李相国，这话……
怎么回事，李相国？你带来的只有1万人。什么？我问你，除了你这1万龙玄军，朝廷还派了别的人来吗？没有。那不是你们大楚的军队，北境蛮族，他们来了。不对，蛮族的主力应该在北境草原过冬，怎么可能突然出现在这里？除非有人给他们报了信。3天前，贵国兵部发往北京的密函，走的是你李相国的私人驿道。内容大意是，本相将亲率1万龙翔军出京，北境守军无需调动。你把北境边关抽空了，带着全部精锐来抄我的家。蛮族的斥候截获了这封信，李相国，他们不是来打我的，他们是来打你空掉的北京3州的，路过我这儿，顺手。完了，大楚完了，是我害的。这城没有城墙，20万铁骑，你这城连个土埂子都没有，那些骑兵冲起来，这些琉璃房子一撞就碎，你不跑，咱们全得死在这儿。第一，把手松开，这衣服比你的命贵。第二，跑什么？我花了3年，烧了几十亿两白银，建了这座城。你猜我每个月1亿5千万的运营费里，最大的一笔开支是什么？不是电费，不是人工，不是污水处理，是房屋。这座城没有城墙，因为不需要。张启峰，你到底有没有办法？李相国，你今晚不是一直想看看我这座城到底有什么本事吗？那就睁大眼睛。星辰之盾全自动防卫矩阵，首次实战测试启动。哈哈，瞧见没有？那些汉人把城墙都拆了，全换成了琉璃，一群只知道享乐的废物！大汗英明，截获的密函说，这地方的守军不过几百人，全是些穿蓝衣服的老头子。几百个老头，那不是守城，那是给本汗送人头。今晚让弟兄们在那琉璃房子里睡个暖和觉，明日一早直接南下3州。张启峰，你那个什么星辰之盾到底在哪儿？本相怎么什么都看不见？看地面。那些铁管子是发射火弹的投石车。差不多吧。星辰之盾防卫矩阵已上线，目标锁定176342个生物热源，武器解锁近防速射系统乘288组，弹药类型30毫米贫铀穿甲弹，射速每分钟6000发门阻，请确认交战授权。大楚最强的神翼弩阵，3000弩手齐射，1分钟能射出6000箭，已经被称为万军裨翼。而眼前这套东西的射速是大楚最强弩阵的288倍。确认。星辰之盾面前，没有血肉之躯，只有物理学与火力的真理。
目标残余热源4赏拿6701103129440。小周，喝茶。李相国，您的茶凉了，要不要换一杯热的？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还有8分钟结束。不过这批人里，有一部分开始往北跑了，跑得还挺快。跑了就跑了吧。不行，留活口回去报信，明年他们就会带60万来。我这系统刚上线，弹药储备还撑不住第2次这个规模呢。呼叫无人机部中心，火压编队全部升空，携带3号温压弹，对北塘目标实施面覆盖，不要留空隙。收到，火压编队96架已升空，预计40秒后抵达目标上空。战场清扫完毕，弹药总消耗：近防系统11.3%，空机温压弹96枚，无己方人员伤亡，防卫矩阵恢复待机状态。有点老了，让厨房再做一份5分熟的送上来。李相国，您要不要也来一份？大厨举全国之力，穷3代人积累，也养不出一支能在这座城面前存活超过15分钟的军队。张男爵，您想要什么？李相国，这个问题等天亮再说吧。您先去休息，我让人给你安排个标间。对了，退房时间是明天中午12点，超时加收半天房费。张男爵，方才那些铁管子，若是调转方向，对准大楚京都。京城那个距离太近了，用不着调近防炮。近防炮是打近身目标的，大材小用。用什么？快递，我直接寄2颗过去就行。隔日打，你们甚至来不及跑出皇宫。张大人，不，张神仙，老臣不，罪人李廷春恳请张神仙高抬贵手，饶大楚皇室一命。老夫的命更不值钱，但大楚300年社稷，求您看在苍生份上。李相国，你跪错了。罪人不知错在何处。你不是在跪我，你跪的是这200年的差距。起来吧，地上凉，你年纪大了，膝盖不好受。我问你个问题，你觉得我想造反吗？来之前我觉得你想，现在我知道你不想。为什么不想？因为你不需要。不错，你确实是个聪明人。起来，拿着这个。明天早上8点，我安排人带你参观3个地方。第一个，我的医院，你们大楚百姓平均寿命39岁，我这里是76。第二个，我的学校，你们大楚识字率3%，我那儿100%。第3个，我的军工厂。看完之后，我想跟你谈一笔生意。什么生意？李相国，你有没有想过大楚该换个活法了？
张大人，您说的活法，老臣愿闻其详。只要不动大楚社稷，什么条件都可以谈。简单说，我对那把破椅子没兴趣。皇帝每天卯时起床批镯子，一批到半夜，大臣动不动跪在宫门口哭丧，逼你改主意，后宫3000还得一碗水端平。呵呵，不好意思，我加班都不干这活。我要的很简单，大楚全境的独家基建开发权和军事装备供应权，修路架桥、建城城供电、通水通讯、医疗教育，全部由星辰重工独家承包。军队的武器换代升级也走我这个渠道。费用呢？修一条路要多少？这就是合同里写的内容。翻到第37页，收费标准面细表。这相当于每年给你交岁贡。岁贡？李相国，格局打开。你花3000万两，换来的是什么？是全国通电、通路、通水，是百姓平均寿命变成70岁。你的军队从拿刀的变成今晚那种。但是这份合同一签，大楚的命脉全攥在你手里了。供电、供水、军备，你想掐就掐，这和亡国有什么区别？区别大了。亡国是我拿枪逼着你的脑袋说这是我的，合作是你签字画上说请您来建设。前者史书会记我是暴君，后者史书会记你李廷锡是推动大楚1000年变革的第一功臣。当然，合同里有邮条条款，大楚任何基建和军工项目只能找我，找别人违约金是合同总额的10倍。没有别人可找。你说的对，确实没有。李相国，你那身官服又脏又破，穿出去丢我的人，换了。不错，像个干大事的了。里面是几样东西：全息投影的大楚全境基建规划图，3款辨识式军火样品的微缩模型，1份给皇帝看的简化版 PPT， 用我们的话说叫路演材料。从今天起，别再叫自己本相了。你现在的身份是……回去告诉皇帝一句话：时代变了。李总，车已经在楼下等您了。您门口那1万人，秦大爷已经给他们发了矿泉水和压缩饼干。对了，李总，下周1之前把合同推进方案的周报发我邮箱，格式模板让小周发你，逾期未交的话扣绩效。陛下，臣建议立刻派锦衣卫北上查探，若相国大人遭遇不测，边防需即刻调。报，陛下，午门外来了一个铁兽，4个轮子不用马拉，直接撞开了宫门的红旗大门，正沿着御道往太和殿这边来了。什么铁兽御林军呐？御林军拿长枪捅了，那铁兽的皮比城墙还硬，枪尖断了3根，铁兽连个印子都没留下，而且他跑得比最快的马还快。李廷基，你这是什么装束？那是什么妖物？你怎么从妖物肚子里出来的？大胆！御前穿奇装异服，这是蔑视皇威！李廷基，你身为当朝相国，百官表率，
竟穿奇装异服，口山妖物，乘坐不明铁兽强闯攻进。你把先帝地下的祖剑放在哪里？把圣上的颜面放在哪里？把满朝文武的体面放在哪里？陛下，臣弹劾相国李廷权目无君父，僭越礼制，乘妖物上殿，形同谋反。请陛下即刻将其拿下，交3法司会审。臣附议，请陛下治李廷权大不敬之罪。诸位同僚，别急着弹劾，先看完 PPT 再说。李廷一，朕给你3息时间解释这一切。陛下，臣这次去张启峰的封地，看到了一些东西。那是北境蛮族，20万拓跋雄亲率的主力，15分钟一个活口都没有。这是妖术！李廷君，你是被妖人蛊惑了！来人，把这个妖言惑众的东西关掉，把李廷拿下，打入天牢。陛下，臣真心建议您别动。放肆！朕是大楚天子，朕要。哎。陛下，臣再给你3息时间，让侍卫退下，坐回去，听臣把话说完。拿下他！陛下，张总托臣给您带句话，签了这个，大楚江山万年长存，火车修到每个州城，百姓再不受饥寒，军队再没有任何外敌敢犯。若是不签呢？不签的话，臣就用这管子送您去见先帝，隔日打。对了，张总让我转告诸位一声，大楚第一批星辰快车铁路线明年开工，届时需要沿途37个州的土地征收配合，拆迁补偿方案在合同附件里，各位回去慢慢看。